你有多久没好好花一笔钱了？只是为了让自己感到快乐？你是否曾站在商店的柜台前，明明渴望拥有，却无法伸手买下那件心动的商品？你怎么看待金钱，往往也反映你怎么对待自己。若你总是舍不得花钱在自己身上，很可能也不习惯照顾自己的感受。那些买得起却迟迟不肯买的东西，其实是你还不相信自己值得拥有，也不习惯自己被好好对待。金钱像一面镜子，可以映照出人的内心状态、情绪、信念与自我价值感。有些人挣扎的不是钱的数额，而是对流动的信任感。他们不相信钱会再回来，也不确定自己的选择能被支持，更不习惯回应当下的渴望。当你掏出钱包，内心浮现的是轻盈喜悦，还是焦虑愧疚？你是在享受，还是在盘算？你是在信任流动，还是在预演灾难？这些怀疑其实源自于我们对允许的不熟悉，对生活流动的遗忘。久而久之，我们不再相信自己值得拥有，也不敢回应内心的渴望。那些明明负担得起却选择放弃的时刻，往往不是理性判断，而是内在连接金钱的能量入口已悄然紧闭。当我们习惯压抑需求，延后满足，金钱的能量也只能停在门外，无法真正进入生命。而每一次勇敢地为自己买单，不论金额大小，都是一次疗愈。你若这样做，你对金钱的态度便开始松动，你对自己的允许变得宽阔。一笔看似简单的支出，正悄悄打开一场灵魂的转向，你内在的财神也会在此时缓缓苏醒。这里是动量方舟，一处灵魂探索与内在成长的场域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订阅与超级感谢，不只是支持创作，更是让这份能量触及更多渴望转化的灵魂。让我们一起把丰盛的种子播送到更远更深的地方。凯瑟琳·庞德是新思维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，被誉为现代财富显化哲学的奠基者。他以简明实用的语言，将潜意识、信念转化与财富吸引力整合成一套可实践、可重复，并深具启发性的财富显化理论。他的著作以正向思维为核心，帮助读者打破对金钱的限制性信念，建立与金钱之间健康而充满信任的关系。他于1962年出版的代表作《财富的动力法则》被誉为20世纪最具普及度的丰盛经典，影响遍及全球。在书中，庞德突破传统对金钱的批判性观点，提出金钱不是罪恶，也不是单纯的物质，而是一种受意识驱动的能量场。他强调，真正的富足来自内在意识的释放，而非外在资源的累积。这种观点颠覆了长期以来将金钱视为贪婪象征的文化标签，让财富成为一种灵性进程的映照。他指出，能够自在而欣然的消费是启动财富流动的第一步。这种消费不是来自冲动或补偿，而是来自一种内在的确认：我值得被滋养，我信任金钱会再度回流。当我们带着欣赏与信任的频率花钱时，金钱的能量会以倍增的方式回应我们，因为我们已经将自己放在了丰盛流动的核心位置。庞德特别强调，每一次消费的背后，其实都是一种信念在运作。你是否相信自己值得被滋养，被好好对待？你是否相信，当你愿意让金钱从你手中流出，用来回应渴望或支持内在成长，宇宙也会用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应你，让更多的财富流向你？你是否愿意在尚未看见结果时，仍选择信任这场流动？这些问题并非抽象哲学，而是深植在日常选择之中。在你结账买一杯咖啡，选一条喜欢的围巾，或走进一家你一直想尝试的餐厅时，这些看似微小的决定，正默默地牵引着金钱的去向与回流的方式。
这是一场关于信念、频率与显化能力的深入调频，而每一次花钱的举动，都是一场显化的测验与邀请。你如何对待金钱，金钱就会如何回应你。这不是交易的规则，而是唤醒财神的起点。在古老文明的智慧中，金钱并非单纯的交易工具，而是一种带有灵性层次的能量载体。古人认为，祈祷与给予原本就是同一种频率的表达，都是出于信任、发自内心的奉献行为，并且都会在时机成熟时，以另一种形式被回应。在古印度经典《吠陀经》中，财富女神拉克西米象征光明与富饶，但她从不亲近吝啬之人，她只会停留在内心清明、乐于分享且拥抱流动的人身上。她不回应焦急的祈求，而是回应那种自然敞开，让金钱自由来去的状态。若心中充满匮乏与执着，拉克西米便会悄然远离。古老东方道教经典《太上感应篇》记载：“施财于人，财愈来。”意思是，愿意主动给予之人，反而会吸引更多财富回流。这句话短短7字，却道尽金钱能量的核心本质：流动才有生命，越分享就会越丰盛。犹太传统的卡巴拉教义中更指出，金钱如光，流动才能照亮他人，也照亮自己。这些古老智慧都在说明一个道理：当你出于善意与信任地使用金钱，它便成为了你对宇宙发出的邀请。这与庞德的观点不谋而合。他指出，花钱是内在富足感的显化行为，是你对宇宙说：“我给予，因为我知道更丰盛的正向我而来。”他形容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财富循环，每一笔花费若带着信任、欣赏与允许，就像是按下了一道隐形的能量开关，宇宙便开始编织回应的回路，让丰盛如潮水般涌现而来。而现代科学也正逐步验证这种心念与现实之间的关联性。神经科学家指出，人们在花钱时的情绪会实际改变大脑中的前额叶皮质与福格核活动。这2个区域分别与风险感知与快乐记忆有关。一个人若能在消费的当下感受到安全、满足与喜悦，大脑便会将花钱也可以是安全的经历深深记住，进而在无意识中吸引更多让自己变得富足的机会。因此，花钱不仅是消费，也是一场关于能量、信念与潜意识的训练。当你付出金钱时，你其实正在训练大脑如何允许富足，正在帮自己重塑我值得拥有的神经回路。这就是祈祷的本质，是你在每一次金钱流动中所释放的频率信号，悄悄决定了你是否已准备好迎接财神的降临。内在财神不是被供奉来的，而是被信任与行动唤醒的。敢花钱不等于盲目挥霍，而是懂得将金钱转化为内在力量的延伸。正如凯瑟琳·庞德所言，金钱应该用在能创造价值的地方，让每一次支出都成为一种信念的声明：我值得，我信任，我选择成长。他主张的智慧消费，就是辨别投资型与消耗型2种截然不同的消费行为。前者带来长期收益，例如学习、健康、人际连结；后者则只是短暂满足，如无意义的娱乐或虚荣导向的冲动。每次消费前，问自己：这笔钱能让我或他人变得更好吗？这正是庞德书中强调的觉察力训练。庞德认为，时间比金钱更宝贵。当你懂得花钱，请人代劳那些耗费大量精力却无法产出长远价值的琐碎事物时，你就踏出了智慧运用资源的第一步。像是重复的家务、繁琐的行政事务等等，这些都属于可以外包的负担。你因此释放出宝贵的时间与心力，得以专注在真正有价值的创造上。这正是庞德所说的买到未来。
他相信，金钱的最大价值不在于拥有，而在于能释放你去实现更高使命的自由。庞德在著作中强调，消费时的情绪频率将直接影响金钱的流动。他指出，喜悦与感恩是吸引财富最强而稳定的磁场。每一次花钱的瞬间，都是在向潜意识发送一个讯号：你相信金钱是安全的，还是有风险的？你觉得自己是被滋养，还是被剥夺？如果你带着焦虑、羞愧或内疚去消费，潜意识会将花钱与失去连结起来，进而筑起财富流入的屏障。但若你怀着欣赏、允许与喜悦去花钱，潜意识就会记录金钱是支持我、肯定我的能量，这股频率将成为磁场，吸引更多正向资源回到你身边。金钱不是冷冰冰的数字，而是一种会与你情绪共振的能量。你对金钱的态度，其实是在创造你未来的财务现实。庞德甚至提倡用爱花钱的观念。他说，金钱如同祝福的载体，当你用它去滋养自己或他人，它就成了一种灵性实践。报名一门课是对未来的投资，买一件衣服是对身体的呵护，安排一段旅行是对灵魂的供养。这些支出不再只是开销，而是价值的宣言、信任的行动、自爱的实践。每一笔钱都是你在回答宇宙一个问题：你相信自己值得吗？给予是吸引丰盛最快的方式之一。当你慷慨地分享金钱，或愿意花时间关心他人，投入心力去支持有意义的事物时，实际上你正在向宇宙传达一种无声而有力的频率：我已经足够，也愿意流动。这种由内而外的丰盛感会启动爱与信任的能量回路，让幸运与资源自动向你靠近。给予不是出于义务或恐惧，而是源自一种我有余裕的状态，是富足自然溢出的展现。你不必等到很有钱才开始给予，而是因为你认定自己本身就是丰盛的源泉，才会自在地让金钱与爱流动出去。这样的给予可以是一笔捐款，一通真诚的问候，一个在适当时机出现的拥抱，甚至只是一句温柔的鼓励。每一份付出都是爱的讯息，能够穿透表面，直达灵魂。庞德也提醒我们，金钱最终的意义不在于占有多少，而在于我们如何使用，与谁分享，是否将它转化为灵性的滋养与情感的连结。他认为，金钱的价值在于让我们能够扩展人生，并深刻体验生活的美好。像是一趟触动心灵的旅行，一场动人的音乐会，一堂转化内在的课程，或是一顿与至亲好友共度的晚餐。所以，敢花钱其实是一种爱的勇气，是你对自己幸福与生命品质的承诺。这种勇气来自一种信念：当我给出，宇宙会以更大的爱回应我。你会开始建立新的金钱信念，每一笔支出不是损失，而是宇宙正在排队准备的回应。当你每次准备花钱时，不妨放下惯性的计算与焦虑，轻轻问自己：这笔钱是不是我对自己温柔的照顾？它是否会让我活得更丰盛、更自由？是否让我感觉自己更接近灵魂的样子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请安心而喜悦地去花这笔钱。那一刻，你所打开的不只是一个钱包，而是一道接收宇宙回应的频率之门，也是一扇通往内在财神觉醒的入口。唤醒内在财神不是突如其来的奇迹，而是源自日常中一连串细微的选择。它不是某个机运降临的时刻，而是你是否愿意改变对自己的态度。当你开始允许金钱成为一种爱的流动，而非控制与算计的工具，你就在向宇宙发出明确讯号：我准备好迎接更好的生活。这样的宣告会让宇宙将你视为稳定且敞开的能量通道。
当你愿意改写内在的惯性反应，从节省与压抑转向信任与给予，你不仅改变了外在的金钱现实，也悄悄唤醒了那位沉睡于你心中的内在财神。那是存在于你生命之中的丰盛源头。你不需要等待奇迹发生，而是可以主动加速这个显化的过程。方法不是复杂的祈祷或等待，而是从日常的五感开始，让被好好对待成为身体的记忆，让我值得丰盛成为内在最自然的信念。首先是视觉，你可以为自己买一束鲜花，放在玄关，每天下班回家时用作提醒，你是最值得拥有美好生活的人。然后是听觉，你可以为自己买一张喜欢的唱片，让你的耳朵学会放下杂音，专注当下。接下来是嗅觉，你可以挑选一瓶最适合自己的植物精油，让那恰到好处的香气穿透疲惫与紧绷，唤醒你内在柔软的部分，让自我照顾变得自然而不费力。还有味觉，也许是一顿高评价餐厅的晚餐，约上最爱的人，一起慢慢享用，细细品味，并真切地感受那种被款待的滋养。最后是触觉，也许是一条质感柔软的浴巾，在沐浴后温柔地包裹住你，让自己时刻都被温柔地对待。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，其实正是显化的起点。这些选择可以重新设定内在系统，向潜意识下达明确的指令：丰盛就是我的日常状态。你会发现，当你的身体感觉到了安全与满足，你的频率自然提升，财富的回流也会以你从未想象过的方式悄然而至。当你愿意好好的为自己花一笔钱，不再疑惑，不再匮乏，那一刻，你不只是买下了一件东西，而是沉默地回应了内在的渴望，重新与自我价值感连线。你不是在花钱，而是在对宇宙发出讯号：我准备好了，迎接更好的生活。这不是挥霍，而是一场与灵魂和解的仪式，是从日常中缓缓练习的自我承接，是不再将快乐推迟的勇气，是你允许自己活得值得。那杯街角的咖啡，那件心仪已久的外套，那场辽阔而沉淀的旅程，那些你能力范围内的支出，那些真心为自己所做的选择，都是你为自己打开接受的能量入口。你不是在消费，你是在告诉宇宙：我准备好了，迎接更好的生活。金钱从来不是问题，真正的问题是你对自己的态度。你越愿意珍惜自己，金钱就越会愿意围绕你，亲近你，滋养你。因为金钱听不见你的语言，它只看得见你对自己的方式。财神不在庙宇之中，不藏于符咒与贡品之间，而是藏在你每天对自己做出的选择里。他住在那份愿意善待自己的眼神中，住在你终于愿意说我值得的那一刻里。你对自己越温柔，财神就越安心地在你心中落脚。财富从不是外在的追逐与累积，而是一种存在状态的证明。它不是对你努力的奖赏，而是你愿意珍惜自己的自然回应。当你理解这一点，财神便不再是远方的神明，而是你每一次选择对自己温柔的身影。你就是自己的财神。当你开始爱自己，他就会从你心中现身。